我的妈呀，太危险了！电钻响，伙计们俩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早上一出门，看到这个车趴窝了，众人都停下来帮忙推车。宝宝出来了。这个地方大家还记不记得呀？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装的灯，1个多月前装的这个吊坠，大家还记不记得了？客户也看了，跟厂家也沟通了。客户觉得，我要的是一个这种 S 造型的，厂家没理解，相互之间，还是没有沟通好。当时也没有设计灯，现在那个厂家又重新给做过来几个筒灯，我们现在可能要取几个吊坠，然后把那个灯打几个孔，给它里面装几个射灯。这样的话可能就打出来有效果了，而且这个吊坠呢，按客户的要求也就不全部拆了换了，然后就是尽量给做一个造型，估计也就是做个这种月亮形。这是厂家给发的电子版的图，就在这里边加灯，它实际和那个造型还是有点偏差的。这个吊坠的造型呢，或者是按这个来，或者是按这个来。整体按他们这个条件来说的话，做这个更好一点，我们就按这个来吧。开这个孔呢，赌的就是运气了，因为在顶子里面是做了轻钢龙骨的，前3个开的挺顺利，开到第4个发现里面是一根梁，完了。后边这几个开的也不顺利啊，都出现了轻钢龙骨，看这个也是。本来是要按图施工的，按图纸来都是不靠谱。开了几个孔，到中间这个位置吧，有一根梁，这个梁呢是紧贴着石膏板，那个孔就报废了，那后期得补，所以中间这一块都不能开孔，开孔的话呢，全部都是梁。还有几个孔开了，1个、2个，有3个孔开的都是那个里面有那个轻钢龙骨，把那个轻钢龙骨都得打穿了才行。这设计的就是设计师光设计效果，也不知道实际情况。拿我的手电钻给他把那个轻钢龙骨先打断，换一个电钻。这么大的开孔器，这个小电钻完全都打龙骨的话带不起来的。力量不够，直接我们上大号的，跟它轻钢龙骨硬刚。它也不是把轻钢龙骨完全打掉了，只能是把这一半给它切下去，戴上口罩。太恐怖了，这个就比较深了。这活尽量少干，太危险了。我去。这手电钻可一点儿不敢松啊，得用全力把它抓死了，飞了就麻烦了。这活尽量少干，能不干就不干。这叫啥呢？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这工地1个工人都没有，要是他们师傅在的话，我就不给他签了。够了。孔开好了，还要给它布线的，所有的灯呢都给它连到一起，穿过了。挂这个吊坠是特别费事儿的，上次我们弄这个吊坠差不多弄了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。
看起来是不是不多呀？但是干起来特别的费劲。这一次要装灯，然后再做调整，又是半天的时间。给那个有梁的地方还得给它补上去，然后他们师傅再补腻子吧。那打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地方有梁呀。稍微深一点，然后他们补腻子的话就好补。本来要装10个灯的，看这个样子装不进去了，只能给它装8个了。灯装好了以后，剩下的工作就是调这个吊坠了。每一个吊坠都要拆下来，再重新提高以后再做一个造型。这是我们历经2个多小时调出来的效果，看这个效果，这么看也不明显。现在已经11点半了，哎，这个灯弄了2个半小时。你看起来这东西简单，这干起来老费劲了，老费事儿。接这种灯的时候，那一定要想清楚，这价格必须得要高，站得我现在都腰疼脚麻。2个半小时，上一次我们装的话，弄了4个小时，这还是2个人配合着弄。一个人的话，你光这个钢丝缠绕绕的，你都弄都弄不开。1点半了，我们上2楼还有上次遗留的小活处理一下，就中午能回家了。这个灯，这是灯泡，这是灯板。这个灯换一个灯板，还有一个灯呢是装一些灯泡。上次灯泡是发错了，把这些活干完，中午还能回家吃个饭。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拜拜。